你来错地方了。厉害啊！你不出剑吗？我不会用剑啊。 小兄弟，下来吧，别打了。就是啊，磨他呀，别受伤了，别打了。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傻小子，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我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 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这是。 西楚剑阁，这还真是西楚剑阁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兰怎么会西楚剑阁？ 我想起来了，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，问道于天。当年西楚儒仙古尘咏歌。 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风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
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。 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用。干！干！痛快！成剑有九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饮3万坛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 真是奇怪的两个人呢。哟，醒过来了，来吃早饭吧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前2天你晕倒了，是我舅舅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呢，可真是命大，认识了我。我舅舅可不轻易救人的。咦，这小东西怎么还在啊？ 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不要命了你们！哎，宝贝，来，这里，哇！哎呦，乖，舅舅，乖，这可有点恶心了。就是这些恶心的东西救了他的命。这，多谢前辈。我现在是好了？不，你中了我的毒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呢，之所以不轻易救人，就是因为我惯用以毒攻毒之法。为了压制你身上的旧伤，我给你下了5毒断肠，而这个毒，我解不了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等死吧？哎，那，去地图上这个地方，找那个叫辛百草的家伙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，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。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等你的毒一解，你的旧伤就复发了，他一定以为这是我留的后手，又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。这天下真的有药王辛百草这号人物啊？
他真的能救好吗？嗯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是下毒的人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快走吧，你还有10日的时间。10日？嗯，10日之后5毒断肠就发作了，不到2个时辰就死透了，先从肠子开始烂起，很刺激的。多谢前辈。谢我干什么？生死还未卜呢。已经很好了。本来以为我会死在一条野路上，无人问津，没想到这老天啊，还算眷顾我，让我在临死前见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。即便是现在死了，又如何？哎，孙顾长风，我舅舅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，别整天死不死的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到时候我们在江湖里再次相遇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。一匹马，一杆枪，一壶酒，做个逍遥遥遥的江湖浪客。你也是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江湖，完成你和你那喜欢的姑娘的约定。必然。接着。再会。再会。千万别死了，四顾长风！是那种应该死在江湖上的人呢。舅舅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是那种能死在江湖上的人？嗯。呸呸呸！不是。啊！快呸呸呸！呸呸。那我是什么人啊？那种被爹妈乱棍打死的人。舅舅，我们打个商量吧。哎，不打。哎，我还没说呢。走。哎。小凡，出饭了！吵死了！哎，今天吃什么？别乱摸人脑袋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，也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份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只是这份行当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必须给我回乾东城，不然你娘会给我下毒。我娘的毒还能毒得过你？我才不信呢！耐不住她会撒娇。我又不是不回去，我这不是想让你沿着路带我逛逛这江湖吗？不逛，没空。你那么闲，怎么可能没空？我哪里闲了？我可是毒菩萨，我忙得很。哎，再说了，4年一度的剑林就要开了，
我可不想错过。剑林？什么是剑林啊？看你这么着急，可是个盛会？整个江湖的剑客，魔剑4年，就在等待剑林开启。你说是不是个盛会？哈哈。舅舅，你最疼我了，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酿酒喝。嗯，去，少来这套。我问你啊，你娘有没有教你什么武功？没有，但我娘找了个师傅，教我习拳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回来。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王八？对，这名挺有趣的。哦，一拳定山王霸天啊！对，就是他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是啊，我娘也觉得他定能把我教出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辛苦呀，于是呢，我就请他喝了顿酒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那我就说，只要不习拳，天天都有这样的酒喝。所以啊，才3日，我娘就把他赶走了。哎呦喂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后面我娘就觉得找男的教我不靠谱，换了个女师傅。啊，这女师傅那叫一个美呀，名字我还记得呢，苏沐青。苏姑娘，是很漂亮的。人不仅漂亮，教我也是认真的很，足足教了3日。不过也好，就教了3日。为何？因为我爹自从苏姑娘来了以后，每天都往我的后院里跑，也足足跑了3日。结果可想而知。会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功夫，所以你到底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嘛？你看，怎么样？连你都嫌弃吧？走。哎，舅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乾东城啊，那条路近。你别闹了。我那招不厉害吗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你父亲的轻功3飞猫吗？什么叫3飞猫啊？我这叫3飞燕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招啊，逃跑最厉害了。哎呀，别啊，舅舅。之前是我年少不更事，但现在我洗心革面了。我发誓，这次是真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不喜欢习武。一来呢，是觉得打打杀杀没意思；二来你也知道，叶将军和云哥死了，爷爷不希望我走上叶家的老路。但是我这2天看到了北离八公子，看到了那血淋淋的刀光剑影，我就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我的兄弟遇到了那样的事儿，我能守护他吗？我能像北离八公子一样，拔出武器，与他并肩作战吗？舅舅，江湖上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？那自然是李先生。哪个李先生？这江湖提起李先生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人，一剑飞仙李先生。那一年我19岁，有幸在天启城亲眼目睹了那来自天外飞来的一剑。从男爵来的5名绝顶剑客下战书挑战李先生，他们想用车轮战，而李先生却只用了1剑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男爵人再也不敢在北离面前言剑。那一年的5榜首甲自然也是李先生，但是李先生把5榜给撕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世俗5榜也配评价折世仙人。这么潇洒呀！难怪说北离习剑，男爵练刀，原来是不肯练剑了。身为北离人，哪有不练剑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剑。你还练剑？你不是练毒吗？我在剑上抹毒。干嘛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我
要练剑。你练剑？你有剑吗？你就练剑？剑灵剑灵，能没剑吗？哦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，小百里啊，行，是时候给你弄一把好剑了。真的，舅舅？我宣布，舅舅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我爹了。哦，你爹本来就没什么地位，倒也不至于。上马赶路，去！去！小百里，跟上！来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风靡得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游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？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，你来保护。哎，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
都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？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林呢？剑林，顾名思义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佩剑，就会存于剑林，等待4年1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。老板，哎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剑酒。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。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哎，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，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果如其名，好酒。哎，少喝点，会醉。舅舅，你说咱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这山林怎么连个尽头都没有啊？怎么还起雾了？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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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奇门遁甲之术。刚才那里啊，是平日里也能涉足的剑林外围，而这里才是真正的4年一开的剑林。好壮观啊！世上呢有2个铸剑大派，一是剑心种，2是名剑山庄。看来今年是名剑山庄所壮啊。说起来，你跟剑心种还有8000里外的交集呢。什么交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雷梦莎，她娶的可是剑心种种主李素王的女儿，星剑传人李新月。这江湖说大也大，说小可真小啊。既然诸位来此，都是为了取剑，那魏某也不想多说废话了。仙月，起！第1品，高山之剑。诸位，请吧。舅舅，我们去吗？先不。剑它分4品，第1品高山，高山仰止，乃是凡剑不能企及之处。第2品沧海，百川归海，无边无际，乃是造100把高山才能求得之剑。
沧海剑，诸位，请吧。第3品，云天。沧海之上，九天凌云，傲视万物，乃是万中取一的存在。第4品，仙宫。九天之上，仙宫所藏，乃是真正的天外之剑啊。至于剑灵有没有，那得看机缘喽。那凭舅舅啊在剑上的本事，取一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怎么着也得云天吧？那就得用毒喽。有没有看中的？我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，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名扬天下？说得好。你是哪个？望城山，王一行。哦，吕素贞的弟子啊。且不说他说的好不好，就他这副妄图一步登天的野心，要为难死的舅舅我。哎，魏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剑还是要自己取得好。我说老哥，你说什么？让谁取剑啊？我是说，这剑还是你自己取得好。你看他那样，指定上去2、3下就被人揍趴下。难不成这一次真的要空手而归？温先生不必着急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小公子或许能获得一柄好剑。好。你小子不会喝醉了吧？高山、沧海，皆已有归主。接下来这柄剑，乃是云天品宝剑，我命它为火神。剑仙对战时折断的暖剑，99玄阳。准确的说，是脱胎于99玄阳。本是仙宫鹤，奈何落9天，浪费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来！别碰我的剑！你不是说浪费了吗？表里不一。那要看剑在谁手里。剑本无品，用剑者正直。这剑怎么会飞？这是望城山的御剑术，不仅是剑术，也蕴含着望城山的秘法。小小年纪这样的修为，应该是望城山本代弟子的魁首啊！哎，我看你是真醉了吧？这是剑酒，跟一般的酒不一样的。望城山山主吕素贞座下手徒王一行前来取剑，诸位。唯一一把云天，无双城不来取，难道？哼！小生我无异于更高品级的剑，这柄正适合我回去送给小师弟。诸位，承让了。太高见识了，最高品级的剑。是啊，无双城还没动，这次真的有。第4品，仙宫之剑，乃天外飞来，还请仙人赐剑。
此剑为我所造，我称它为不染尘。愿有绝世公子将其取之，求这绝世公子持它当剑天下，让这把剑问鼎剑谱。石剑豪，此剑我要定了。哎，嘿嘿，哎，白痴啊你！你想让你舅舅一个用毒的被天下剑客围攻吗？无双城宋彦回特来求见，谁来赐教？谁敢跟无双城抢东西？我。你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从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估计又是个愣头青吧？无双城都敢挑战，这次估计得把命给留下。这人，我怎么好像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呢？好快的剑法！天生剑法，果然不错，但我更强。舅舅，他们厉害吗？目前展露出来的都是金刚凡境修为，不同的是，无双城这一位已经黔驴技穷，而这位叶鼎之可未尽全力啊！小小年纪能有此修为，不易呀。宋某技不如人，承让。且慢！小白脸，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认识吗？不，不认识。那你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啊。小公子，见见你。丢人呐！家门不幸。这不就有剑了吗？怎么和以前一样傻呀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啊？你来错地方了。
挺厉害啊！你不出剑吗？我不会用剑啊。 小兄弟，下来吧，别打了。就是啊。别受伤了，别打了。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傻小子，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我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 师傅，这又是您的幻术吗？不，这一次是剑术。看好了，我只舞一次。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明天。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 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幸百里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 这是西楚剑客，这还真是西楚剑阁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白日怎么会西楚剑客？ 我想起来了，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。问道于天，当年西楚如仙古尘咏歌。 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。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
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，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杯。干！干！痛快！成剑9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吟3万堪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平手。再来。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，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得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长老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得正起劲呢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，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 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们？哼！
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送我一个。臭小子，趁着去玄登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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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匾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叶安，呀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，云哥瞎说。哼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。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？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
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；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其有通敌叛国之嫌。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面圣。亲子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，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！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。哎呀，嗨。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
温先生，哎，多谢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上天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说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！我给你！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，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呀。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剑，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。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林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
推说是他夺的，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这更像吹的了。明剑山庄，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陛下。哦，卓青啊，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百里洛尘呢？大朝会结束之后，已离开天启，回黔东城去了。用剑的是谁？百里东君。百里洛尘他的独孙。正是。当年，镇西侯奉旨率军讨伐西楚，乃是先帝刻意安排。镇西侯和西楚剑如双仙曾是知交好友，先帝想以此来试探他的忠心。随军的副将是先帝的亲信，身怀密旨。当时，若镇西侯有半点犹豫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。然而，那场战役的最后结果，世人皆知：西楚国破，双仙阵亡。当年孤亲眼见过剑仙的尸首。奴才斗胆。如果那场战役活着的是那如仙，便是当年百里洛尘辜负圣恩。西楚剑仙虽然剑法绝世，但不过一介武夫，可那如仙身具耀人之术，能让寻常兵士以一敌百。甚至能让濒死之人重新起来作战。正是这等鬼术，才使西楚这样一个边陲小国与我背离相抗。如果如仙还活着，可是比那剑仙更可怕的存在。当年一战，西楚如仙即便没死，也定然身受重伤，不然不会藏身黔东城多年不出。奴才这就派人去黔东城，把那西楚余孽带回来。选若风觐见，这件事就让若风去办吧。是，
陛下。我当时一到柴桑城，我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顾老三落难，我姓雷，我是雷家宝的子孙，我得救他吧。我当时就进手，我再给他一拳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呢，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看不得弱者，所以顺手把他们给救了。所以，你们此次能够解柴桑危局，靠的全是百里小公子仗义相助。若不是因为我不惜身份的暴露前去保护他，那小子早被燕别天给杀了。不过说到底吧，他的性子特别符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收他做我的小弟了。老七，你这表情，打什么主意呢？学堂大考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是说，或许师傅的关门弟子，我们的小师弟？可是他再怎么说也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这镇西侯爷能让他入天启吗？不可能。再说了，他那功夫啊，差得离谱，他也只有轻功还凑合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咋了？西蜀剑歌重新现世了，而使出这套剑法的人，我们刚刚聊过。你说什么？镇西侯爷会西蜀剑歌？我刚才提镇西侯了吗？小百里，你说什么？那小子会剑术？他可是连燕别天身边的侍卫都打不过的。他不仅会剑术，而且他会的是这世上最出名的剑术。小先生，宫里来人了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你就直接进来了？对呀，我刚爬上桥，没想到脚底一个打滑就摔进来了。就是那，这，我明明是摔进了院子里呀。我在院外设了阵法，寻常人是到不了这儿的。你既能破我阵法，说明你我有缘分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？老爷爷，你要教我什么？教你什么？又是武功，没兴趣，没兴趣。那你我缘分便只能到此了。去吧。你能识酒？
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那小酒仙，你来闻闻。哇，好香醇的酒，哪里买的？我也要去买。这酒可是买不到的，是我亲手酿的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师傅，我是不是给您添了个天大的麻烦？东来，小公子，不是东来了。东来人呢？我这院里什么时候来了个女眷？东来是小公子的心腹，被世子爷调到西院去了。瑞儿是从别院调过来的。我爷爷什么时候回来？今日听府上送信的人来说，怕是还得3、4天吧。等不了了，我得马上去见师傅。瑞儿，你立刻前往洛城巷，找个叫做怀仁的药铺，通知里面的人，快马加鞭，一刻不停地往天启方向跑，直到遇到侯爷的军队。听到了吗？哦，小公子，您这是想让老侯爷早点回来替您撑腰啊？我可是世子妃的人啊！别演了，我娘亲肯定是装的骗我爹，好把你安排在我的身边，都是自己人。天哪，到底是谁给了小公子这样的自信啊？当然是我跟我娘亲这么多年来的默契啊！臭小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昨日，哥哥同我说，他们回来的路上先去了剑林。嗨，我觉得大舅哥啊，这事做的没问题，是该让东军长长见识了，不然真成了废物了。他们去了剑林，抢了一柄仙宫品的剑，是东军自己夺的。哥哥什么也没有做，用的剑法是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百里东军啊，百里东军，好你个百里东军！世子爷，好久不见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臭小子，你竟敢出来了！谁把你放出来的？谁？我。爹，把百里乘风绑起来。是。哟，世子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被绑的还开心吗？要不要去柴房休息休息？嗯。东军，娘，父亲，乘风好歹是世子，洛邑知道您疼爱东军，但现在面子也落了，罚也罚过了，就给他松绑吧。是啊，父亲。我有让你起来吗？
东君啊，你觉得呢？那便给世子松绑吧。东君，你出门远游，最近可有什么收获呀？收获可大了，爷爷，您听过一首诗吗？啊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丑，卿相有才留无名。哦，北篱八公子，他们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啊！不错，这次我就见到了其中的清歌、卓墨、凌云、柳月、墨尘这5位。不光如此，我还帮了他们一个忙。哦，来，东君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平日都在天启城啊。这次他们是为了顾剑门而来。为了兄弟，千里赴柴桑，仅凭这番义气，就十分值得我结交一番。东君啊，听你舅舅说你去剑林夺了一把剑，你不妨跟大伙说一说你在剑林的见闻吧。哦，那剑林，那叫一个气派宏伟。我不过是阴差阳错的得了一把好剑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个昨天一晚上在柴房睡的，那蚊子嗡嗡的都没睡好觉。还有爷爷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一定很疲惫吧？不如我们今日到此为止，各自回房歇歇。你看，东君啊，你长大了，懂得照顾爷爷了。好，赶紧回去休息啊。好了，你也先回去休息。是。父亲，东君在剑林，我早知道了。风雨欲来，我们镇西侯府还能为他筑起一道铜墙铁壁。父亲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破风军直指天启，儿子必先策马当先，身先士卒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要造反？这不是造反，这是征伐天下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的声音得大声点啊，好让天下人知道我们镇西侯府要造反，好让某些人可以在晚上提着刀，趁你睡着的时候给皇上献猪。父亲，当年叶羽大将军一片忠心，却背无谋反，最后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如今我们得先下手为强，是吗？程峰啊，一个真正经历过沙场的人，没有人会想回到那个地方。一个真正懂得战争的人，绝对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可那士兵身上的血洒出来都是热的呀。那西楚如仙，你是想说当年我留守？你错了，当年一战我没有留守，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活着。那方才你还放东军走，他分明要给那如仙报信。西楚可是我们破的呀，你就不怕他？如果那个真的是西楚如仙，他就不会为这事儿
怪罪东军。父亲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父亲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问，你是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是吧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不一定是你亲儿子，但东军一定是你亲孙子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你想说，纵使我们没有造反之心，但这城外那些天启人不怎么想。不错，若是他们来了，那当如何？那便等他们来。这小滑头，师傅，东军回来了，此次出行可完成心中所愿？师傅，现在不是说我的时候，我好像给您添了个大麻烦。什么样的麻烦才算是大麻烦？师傅，在剑林大会上，我用了您传我的那套剑法，但天下剑客竟然都很震惊似的，说是什么失传已久的绝世一剑。师傅，虽然这么多年来您从未提起过您的来历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您的身份一定不一般。那套剑法又那么的特别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来找您的。我何时传授你剑法了？师傅，我只是记得有一次我喝醉后见到您舞过，我之前还以为那只是我的一场梦，但这一次在剑林我喝醉之后，便自然而然地使出了那套剑法，就好像种在我的脑子里一样，不用回忆，也不用思考，仿佛不是我在用剑，而是剑在控制着我。拿着。闭上眼，感受它。别人练就10年，而你只需看上一眼，你知道为何吗？难道是因为我也是天生剑胚？好吧，我不知道。不是因为你是天生剑胚，而是因为你是百里东军，而百里东军是……因为我是百里东军。师傅，我不明白，已经有很多人这样说了。我是谁？我是百里东军。可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是百里东军。以后，你自然会明白。东军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想要学剑吗？
师傅，我想学剑。云哥死后，我的行事越发乖张无度，爷爷一直纵容着我。我知道，他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作为守掌兵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我越纨绔，天启城那位便越放心。爷爷不希望我走上云哥的老路，但是这一次我见到了真正的江湖人，见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。或许仅凭现在的我，还不足以名扬天下，还不足以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师傅，我也想仗剑去江湖上走一走，管他的圣心难测，百里东军，绝不做安居一隅的笼中之雀。你能如此想，为师很欣慰。既然你想学剑，那为师便教你。这世上除了学堂李先生，没有人比你师傅的剑术更厉害。东君，你先回去，等下次见面，为师便将真正的西楚剑歌传授于你。可是师傅，若您还留在这里，怕是会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既然木已成舟，那索性不去躲着，便是等他们来，又如何？小姐，算算日子，白发紫衣大人应该已经回到天外天了。二小姐若是看到了他们，却没有看到小姐，指定要发脾气了。我让白发他们先走，是想看看北阙曾经的山河。晴儿知道了缘由，她应该就不会生气了。小姐，那儿有一户人家。进来。禀无相尊师，西楚剑歌问世，天生五脉也找到了。剑仙当年已死，尸体挂于城墙，我亲眼所见。那能将西楚剑歌传世的，只剩下了儒仙。儒仙，要人之术，我们复国指日可待。小姐，他们供奉的是咱们北阙的勾陈大帝，他们是我们北阙的子民。方才看到牌位上的生卒，娘子的夫君和公公，可是死于15年前。夫君和公公，因15年前北阙和北离一战，死在了沙场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如若一日北阙光复呢？北阙光复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丈夫，我的儿子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而战争一旦又开始，又会有多少人失去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呢？复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往北20里，便是故都了吧？每年元宵，花灯满城。我原以为那是人间最和美的景象，可是好像，不论它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都城，不论执掌它的还是不是那个人，若是10年安稳，
到了元宵，依旧还会花灯满城。人生短短一回，北阙一命需要的，或许并不是北阙，而是像今夜一样，没有纷争的安稳了。西楚剑术大道朝天，世人皆仰，退而让之，寻其轨道为我所用。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啊，父亲，我也想见见真正的大道啊。父亲传来的消息。父亲说，大道之下还有鬼道，大道留给世人，鬼道留给温家。鬼道是指什么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据说是西楚的要人之术，若真有此术，鬼神俱至。可是若拿不到呢？我也很好奇呀。若真拿不到，妹妹是帮百里家，还是温家呀？哎呦，那我到时候就问我儿子，他让我帮谁，我就帮谁。放心吧，父亲也说了，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说的是退，而不是住，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。父亲是父亲啊，我是我，百里家我不管，我妹妹不能有毫发损伤，我外甥更不行。除非我温乎就先死。也不知道司空长风怎么样了。前辈，先别忙着谢我啊！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着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。
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经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循着法子采了些草药，胡来治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，我谷中正缺个制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。等我100年之后，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，不过我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告辞。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吗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，就怕半年以后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嘿，吃钱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，哎，我说我亲爹呀，太阳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？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
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这才叫做拔剑。这便是我所习的瞬杀剑法之起势。师傅教我的剑术，我只不过才练得皮毛，但是我却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刃出必有因，归鞘必有果。剑气如惊雷，雷息杳无音。你要记得，你出剑是为何而出剑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衣食住行皆在这后院解决。等你的拔剑术练到能将这个稻草人斩为两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走出去。不就拔个剑吗？还挺帅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非得特意换上这身衣服呀？因为先生说过，白衣胜雪，公子如玉，这才是学堂应有的风范。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最讨厌穿白色了，主要洗起来麻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若是真的染上灰尘的话，那就和先生口中的公子如玉4个字一点都不搭样。先生早料到你会如此抱怨，他让我告诉你，这叫仪式感。你和老侯爷把东军藏在后院练剑，只是为了躲那一个人吧？学堂小先生。这个小先生，可不只是学堂小先生啊。那区区一个后院，还能藏得住东军啊？哎，他要是真的一剑，把那个稻草人给砍了呢？就算他再有天赋，短短几天内根本摸不到拔剑术的皮毛，没有内力作为根基，给他1个月也不够。若是他已有内力呢？九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世子，何事如此着急？学堂的使者到了。这位，应该就是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吧？他就是百里东军的爹？他可是个厉害角色。世子爷，小先生，久仰。
东君怎么会有内力？他似乎还不知道。能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以酿酒作为掩盖，为其打下内功根基，催生功力。这也许就是父亲所说的鬼道吧。小百里还能藏多久呢？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可是小公子，这稻草人没变化呀？怎么可能？能连一点变化都没有呢？不应该呀！我明明用了很大力气啊！这什么破剑呀，还仙龙品，连个稻草人都砍不动。不拔了。哎，小公子，这次可不能再出去了。上次世子爷就已经起疑心了，这次我再把你放出去，咱们是一伙的，这事儿就露馅了。行，那我不走，你让我爷爷过来救我。可是侯爷早上已经来过了呀。我爷爷来过了。嗯，他还在外面看了一会儿，说了句不错，就往军营去了。就连我爷爷都被收买了，好，气死我！哎，瑞儿，那你说，我从这个院子里出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把瑞儿打晕，强行出去，或是练成拔剑术。萧公子，不就是拔剑吗？拔！这位是？我也是学堂的弟子，不过呢，我不是这次的使者。这次我来乾东城，不过是想找个朋友叙叙旧罢了。世子爷，您就当我不存在就是了。这是我的一位师兄，江湖出身，说话一向如此。世子爷见谅。原来也是李先生座下弟子啊！别，千万别被那老头的名号给唬住。他呀，不过就是一个又普通又矫情的老头。你知道有多矫情吗？我也不乐意带这玩意儿，但没办法，学堂的规矩。世子爷，千万别怪罪。严重了。不知小先生这次来乾东城，是想带走几个人？若是小先生，他只想
带走一个人。学堂果然严苛，小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我们黔东城，就带走一个人。世子错了。哦，错了。世子，我问你，我们北离国一共有多少座城池？大大小小163处。学堂最少的一年入了1个人，最多的一年入了6个。天下之大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慕而趋之。况且不论天下，单论这天启城，就有无数的世家贵族、江湖游侠前来拜学。所以，我要从黔东城带走1个人。这个数字不是少，而是多，太多了。若是没有呢？那就只好劳烦世子随我回一趟天启城了。世子的天赋，先生时常称赞，就是年纪大了些。哎呀，不拔了，不拔了，累死了。哎，改日再拔，改日再拔。好。瑞儿，把我酒拿过来。侯爷回府。镇西侯爷，请坐。两位千里迢迢来到我镇西侯府，还带着那薄纱，难道不想让我看到你们的脸吗？此次来镇西侯府，我只代表学堂。我听犬子说，今天小先生来意，我破风军内确实良才不少，待会儿我一一安排，让小先生细细挑选。不急。哎，怎么没有见百里小公子啊？哎呀，我这孙子太顽皮了，前天去了城外玩。小先生，你就不用搭理他。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我呀，我不是不会拔剑，我只是不想拔剑，懂吗？干！我的剑呢？剑。小公子，要不今儿就算了，我去和世子爷说，也不用。不，时间刚好，我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
小先生，客房在这边。你有没有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内力？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哦，我们见过。你是谁？我姓萧。在下百里东宗君。我知道。关于学堂之事，我想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世子殿下，方才小公子那一剑很好。终究是没有拦住我。其实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，藏不住的。区区10日，东军的剑力怎么会增进到这个程度？难道真如你所说，他体内有着一流高手的内力？瑞儿，世子爷，小公子在拔剑之前做了什么？小公子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喝了酒，喝了好几个时辰，把他窝里藏的所有酒都给喝光了。和上一次在明剑山庄一样，他也喝了不少的酒。看来，在他处于晕醉状态的时候，他体内的那股力量就出来了。都是那人所为。既然作为小先生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那么我也该去完成父皇交代我的事了。我随你同去吧。你呀，还是在这里看好我们未来的小师弟吧，免得他又被藏了起来。儿子无能，还是让他发现了东军。他就只看了一眼就走了。侯爷，世子，小先生已经离开侯府，往那个院子的方向去了。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已经表示清楚，这次只是为学堂之事来我镇西侯府，那就表明陛下根本没有为这西楚如仙向我发难，也只是派他最信赖的皇子悄悄把如仙这个事情给解决了。程峰，等他们进了宅院，多派一些人封住所有出入口，无关人等
不能进出。稷下，你为学堂而来。晚辈也想是为了学堂而来，但很可惜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朝廷。若为朝廷，当如何？先生是西楚余孽，理当收押，交由大理寺治罪。这件事可以交给很多人办，地方督府、大理寺、太子直率的隐卫司，为何会交给你一个学堂之人？我猜，你的身份一定很特殊。你姓萧，他让你来，是为了让你累积功勋，累积抓走我这个西楚余孽的荣耀。先生，果然是与师父齐名之人。你在皇子之中排行第几？第9。身为练剑之人，晚辈敬仰先生，但这和我要带先生走是2件事。你觉得你能够带走我？晚辈想试试。对了，我叫萧若风。好，萧若风。只是如此，学堂李先生所传的剑术，就只是如此。我师父有一剑，叫天下第2，他的剑我学不会，亦挥不出那天下第2，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剑，剑名天下第3。好一个天下第3，那便请先生试我一剑。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睡得可香？别来无恙啊，小东娟。雷大哥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哎，等等，我刚刚睡着前是不是遇到了一个人？他跟我说他姓萧，难道是我做梦了？
他是九皇子夏若风，也是学堂小先生。此人是来找师傅的。哎，你很聪明，但此人也是来找你的。我要去找我师傅。哎，你终于肯承认你有这么个师傅了。我必须要去救我的师傅，哪怕是拼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去。舅舅，我给你10坛梅书香，你放我走。20坛松林雪，30坛净水月，外加这柄不染尘，一起给你。剑我就不要了，哎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酒，1坛都不能少。走。卓墨公子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逍遥天境，我打不过他。与君同行吧，嘿。剑士。你们2个掩护。这样的你，凭什么带走我？见过先生，方知何为云泥之别。是若风狂妄了。少年人理应狂妄，理应不惧。你是个好苗子，我不会杀你。我时日不多了，对你们北离造不成什么威胁。此生最大的愿望，便是将我的剑术传给我的小徒弟罢了。那北离便更不会放过你，毕竟您的徒弟姓百里。谁？